还算识趣。接着，堂主特地交代了，这条消息不要钱，但这是绝密消息，千万不能外传。哼，你们堂主这么好心。 什么意思？你们的消息，便是你们也没有唐连月的最新消息，这叫什么天下白相？滚！客官，您的大骨汤饼慢慢用啊。 大骨汤饼，大骨汤饼啊！看这个，只要一个铜板。是啊，咱们这么大你要饿肚子，把留在这儿。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 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四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位兄弟，发生何事了？不说是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追案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 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 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 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元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撤！ 是明天自己个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郎者，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 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
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程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。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散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部下布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散之毒。好嘞。走。有人下毒，什么人？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很奇怪吗？四怀城从来没有宵禁一说，这里是附近有名的不夜城。哦，那真是有趣了。明明最近应该涌入了更多的江湖人才对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去。花尽散。
先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看书啊？我要寻到法门，破这花剑伞之阵啊！现在看书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不晚，待着方寸竹燃尽之时，才是真正的晚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四怀城被封，此事你可知道？师父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胆子虽然大，但不至于那么大。是谁做的？不知。我前后收到2只信鸽，都是匆忙发来的。有一只信鸽声称有人以无双城的名义在寻找卓越安，很明显是为了故意抹黑无双城和师傅您。还有一只则声称，城中出现的奇毒，寻常百姓都被毒晕了，而会武功之人也都内力尽失，一点气力都用不上，只能用信鸽传递消息。花剑伞之毒，传剑山岳来见。剑长老，他宣布退隐了。论武堂的掌事从来都不是剑山岳，而是剑无敌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所以把权力基本都交给了剑山岳。而剑无敌修炼的地方，不是在无双城，而是四怀城。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去一趟四怀城。师父，我同您一起去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论武堂想把手伸向四怀城，也绝非易事。今日之事，与天下方有关吗？我的好徒儿，你一直以为天下方会尽忠于你，没想到他们背后另有打算吧？我待会儿就去找皓月君问个明白。这只长矛，若是从背后刺向于我，倒也还算是不错。师父，徒儿是个废物，但不是畜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舍得赶你走，你可知否？我无双城并没有多么清高，做不到一世独立。即便无双城不再是天下无双，可先人的风骨还在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
你的宝贝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无双城的内乱，堂堂暗河大家长，竟也如此轻敌。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。确实是毒，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五毒，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，才能饲养的绝顶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库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五毒阵，寻常呢是用来困住人的，五毒将人困在其中，随后释放毒物。这是我们温家不外传的秘法。神医如今反着使用，是用来隔绝这花毒的。没错。遍布全城的毒，闻所未闻。能用出此等毒术的，天底下只有3人。我能想到的第一个，就是温家家主温壶酒。我舅舅的毒啊，确实冠绝天下，往上看3代，往下看3代，都找不到像他这般天才的毒术大家。但他呢，却是雪月城的脸庞，绝对不会参与到无双城的破事中。况且这里的毒，一看就是精心筹划多年。我舅舅他懒得很。这第2个人，应当来自唐门。没错，是唐门用毒第一人，唐灵皇。但唐门也是雪月城的联盟，而且这唐灵皇只喜欢用能杀死人的毒。他还曾说过，若是这毒不能将对手给毒死，那便不能称之为毒。他在这方面的执念啊，可以称之为是魔障。那第3个人是谁？五毒门门主毒媚娘落烟蝶。只有他喜欢用这花香味的毒。他喜欢人在这温香暖玉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死去。这用毒之人都有这么变态的癖好？变不变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花尽散之毒，只能让人功力暂失，却不能置人于死地，说明他们留有后手。如今这四怀城中，亦有不少高手混入，甚至有，剑仙。卢玉宅是不愿意合作了？他说，他的底线是不伤害他的师父。所以他收到那2封信之后，会告诉他师父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及时接住那2封信，事关四怀城生死存亡，陆玉宅势必会告诉宋颜辉。刘云起已死，剑山月已退，如今的无双城只剩下一个宋颜辉，看来这城主之位也该换。
换个人做做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无双城的新任城主应当是？自然是论武堂堂主剑无敌先生。我同你说过，我对城主之位没有兴趣。自然，倒是郝先生只管修剑。答应过你的无双剑匣，我会派人送到你手上。多谢殿下。先生是执迷于剑的人。世上凡有执迷者，若不悟，则一生被毁；若悟到，便腾云而起。先生此时出关，应当是有所悟。但寻一剑，早就为先生备下了。我会替你寻到那卓越安，让他为先生试剑。祝先生一剑登天。你和他一起去，兴许剑先生有用得上你的地方。是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这家伙视剑如命，怎么到了真要对剑的时候就停住了？莫不是怕了那周月安？洛阳酒家，先生，可是想进去吹一杯酒啊？在西边有一座木梁城，木梁城里有一位孤剑仙，据说是5大剑仙中最强的那一个。他的名字叫做洛清扬。啊？洛清扬很早就闭城不出了，这些年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剑仙交过手。你凭什么说他是第一？这里面还有人呢。好厉害的剑气！不仅厉害，他剑气之中最特殊的，在其杀气。杀气之重，杀气之浓。这杀气之中，包含着愤怒的剑意，是我见过所有人之中排名第一的。你见过很多人吗？勉强见过些。无双城论武堂，剑无敌，幸会。无双城，很了不起吗？不过你的名字倒是挺有意思，剑无敌。哼哼，在我的面前，你敢称无敌？先生，此人到底是谁呀5大剑仙之中，他独占一个怒字，怒剑仙严战天。
手持明剑破军。5大剑仙之中，他的杀戮之气是最重的，是个不错的对手。但好像他被花毒困在其中，他用自己的剑气勉强为自己震出了一片天地，但始终出不了这个9四。哼，微末伎俩，也想困住我？再过2个时辰，这花毒便对于我再没有半点影响。到时候我提剑而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下去。好。对了，你是不是随身带着花尽散之毒的解药？我，不可！先生，你切勿因小失大呀！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了，咱们的计划很有可能付之东流。咱们还是先去找卓越安，啊！这剑无敌果然脑子有点问题。为了能和剑仙一战，拿解药给延战天这般疯狂的想法都出来了。罢了。哼，既然不打，那就给我滚！哈哈哈哈！不必遗憾，总有一战那一天。这个大木头为何会出现在四怀城啊？你以为只来了一个吗？先生的意思是，来了不止这一个高手？不，是来的不止一个剑仙。剑仙的事先不说，卓越安就在前面那个院落里。你们高手之间对战，在下便不必观战了。您请。过来！谁呀？又是？这般强的极暗剑气，全天下只有2个人能做到。风雪剑不会来这儿，所以你是……我不会运气这么不好吧？为何你没有中毒？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因为你和下毒的人是一伙的。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我没有。那就立刻去死！等等！有。女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小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着。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？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
安和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柄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机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叶是大皇子骁勇的舅舅，而骁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安和的宝藏。宋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安和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营，我就听你两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警府。那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骁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，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都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战，无关人等请速离开。典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无旁骛。看来无双城内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，那便更好。
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点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，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，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，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杀人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2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。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，
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哀怨的情绪，不舍的沉淀，漫漫长夜中寻觅挣扎痛的边际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
点曲折，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，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。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不施，勾手戒备，绝一切生机。
要生死战，唯有一途，一而入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做茧自口。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